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那些真正掌握大钱的人，我是说那些身价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大佬，私底下都信风水，信得要命？你以为他们是迷信？你以为他们是书读得少？错了，大错特错！如果连你都能看出来那是迷信，他们那种精明到骨子里的人会看不出来吗？今天这场分享我会讲得非常深，我建议你把它听到最后，甚至反复听几遍，因为接下来我要讲的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玄学，而是如果你想在2026年翻身，想在接下来的9运火运里抓住那波财富，你必须搞懂的一套心理程式。这是我这10几年来在生意场上摔得头破血流才换回来的真理。别以为我在跟你讲玄的东西，我在教你怎么利用环境来黑进你自己的大脑，去修改你那个只会让你穷的潜意识代码。首先，我们要承认一个很残酷的事实，就是人是环境的产物。这话你听腻了，对吧？但我换个说法，你现在闭上眼睛想一下，为什么你走进赌场的时候会觉得特别兴奋，特别想搏一把？为什么你走进那些顶级奢侈品店，你会突然觉得自己如果买不起就很丢人，或者突然觉得自己配得上那种生活？这就是风水，这就是最顶级的商业风水。赌场没有窗户，没有时钟，地毯的花纹是特制的，灯光的色温是经过心理学家调试的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让你忘记时间，让你的多巴胺疯狂分泌，让你把你口袋里的钱全部掏出来。这就是风水局，这就是心理暗示，这就是为什么越成功的人越信风水，因为他们知道人性的弱点在哪里，他们知道自己的意志力在环境面前其实是很薄弱的，所以他们需要通过风水这个外挂来强制锁定自己的致富状态。我讲个我自己的故事，早几年我刚开始做投资的时候，自以为学了点技术分析，看了几本 K 线图的书，就觉得自己是巴菲特了。那时候我住在一个为了省租金租来的破公寓里，光线很暗，一进门就是厕所，那个味道总是有点散不掉，客厅堆满了杂物，我当时觉得无所谓啊，男人嘛，创业阶段吃点苦算什么？结果呢？那一年我做什么亏什么，我看好的股票，买进去就跌，一割肉就涨，我就觉得是不是市场针对我，是不是主力在盯着我的账户？那段时间我脾气暴躁的要死，跟合伙人吵架，跟家里人冷战，整个人充满了戾气。我每天在那张沾满油渍的桌子上分析报表，心里想的却是隔壁邻居切菜的声音太吵。在这种充满干扰和负能量的环境下，我大脑的皮质醇水平是爆表的，我的判断全是变形的。直到有一天，我遇到一个真正的老前辈，他来我家坐了一会，连水都没喝就要走。他说，兄弟，你这屋子气不对，你在这种环境下做决策，你的大脑是缺氧的，你的潜意识是焦虑的，你怎么可能赢？我当时还不服气，我说这跟 K 线图有什么关系？他说当然有关系，风水的本质不是鬼神，风水是环境心理学，是你每天睁开眼看到的第一样东西给你灌输的情绪。你每天生活在混乱、阴暗、压抑的环境里，你的潜意识会告诉你自己是个失败者，你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带有恐惧和贪婪，你会想急住翻本，你会失去理性，这才是你亏钱的根本原因。这句话当时真的像雷一样劈醒我，后来我试着搬了一个家，哪怕租金贵了1倍，我选了一个采光极好、客厅方正、窗外能看到远景的地方，我把所有不需要的杂物全部扔掉，保持极致的前进。你猜怎么住？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不是说天上突然掉钱下来，而是我的心态变了，早上起来看到阳光洒进来，我那种焦虑感消失了，我看盘的时候不再急躁了，我开始能拿得住长线单子了，我的胜率莫名其妙的回来了。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第一个核心逻辑，富人信风水，其实是在信心理锚点。他们通过不止一个让自己感觉我很强大，我很富有，我很平静的环境，来不断的给自己的潜意识洗脑，这叫环境赋能。当你坐在一个背后有靠山，前面有明堂的办公桌前，你的雄性激素分泌水平是不一样的，你的谈判气场是不一样的，对方是能感受到的。这就是为什么生意好做，因为你自己变了，而不是鬼神帮了你。很多人问我，那普通人想改运是不是要买几万块的风水阵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心里的贪婪和恐惧没解决，你摆什么都没用。真正的改运是从你清空垃圾开始，从你意识到环境如何操控你的情绪开始。我们再往深了说，为什么人会有贪婪？那是因为你的生存本能觉得匮乏，而当你住进一个采光通透、视觉高级的地方，那种匮乏感会被环境抚平，你不再急功近利，你的财运自然就开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越是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人，越在意环境的细节，因为他们在博弈的是人类最顶级的资源专注力与判断力。
而环境就是保证这两样东西不外泄的容器。我们现在即将面对的2026年是一个从土到火的剧烈转型期，如果你还抱着旧时代那种沉重、压抑、混乱的活法，你根本接不住那种飞过来的火运财富，你只会被这把火烧个前劲。我们接着深入讲讲那些掌握命脉的人到底在想什么。你有没有去过那种身价几十亿老板的办公室？我告诉你一个细节，你下次观察一下，那些真正能守得住财富的人，他们的座位背后绝对不会有一扇窗户，甚至不会挂那种气势过于张狂的字画。这在风水上叫靠山，但在心理学上，这叫消除后顾之忧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背后是空的，或者是一扇透光的玻璃窗，虽然看起来视野开阔，但你的大脑皮质层会不断的发出微弱的生存警报，因为你的祖先在丛林里生存时，最怕的就是背后受袭。这种潜意识里的不安全感会在你做关键决策，在你要签下那份几千万的合同时，分散你的大脑带宽，让你变得犹豫不决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暴发户换了大办公室反而破产的原因，因为他们只求豪华，却不懂得如何安放自己的心神。我曾经认识一个做房地产起家的大老板，他在2026年前的这波大调整中毫发无伤，甚至还逆势赚了几个亿。我去他办公室请教，发现他桌上只有一盆小小的绿植和一叠前进的便签纸。他跟我说，风水其实就是一种情绪管理，当你的明堂，也就是你视线所及的地方前前进进，你的思维就会像手术刀一样精准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强调环境的原因，因为2026年开始，我们正式进入了九紫离火运的巅峰期，这是一个虚火最旺的时代。什么是火？火代表了视觉，代表了虚拟，代表了情绪，代表了快速的更迭。在这种大运下，传统的重资产、慢回报的东西会变得非常难做，而那些能提供情绪价值的行业将会像火烧连营一样疯狂扩张。大家现在都很贪婪，想着怎么在2026年翻身，但我告诉你，2026年的投资建议我只给3个方向，这是我自己已经在重金布局的。第一，就是美丽与精神的结合。火代表离卦，对应的是眼睛和心脏，这意味着医美、个人形象管理以及身心灵疗愈行业将会迎来史无前例的暴利期。因为当物质生活不再能填补内心的空虚，人们会疯狂的把钱花在让自己看起来更好，让自己心里更舒服这件事上，这就是人性的弱点，也是你的机会。第二，就是关于光与电的硬科技，特别是 AI 算力和新型能源。如果你有闲钱，不要再想着去买那些租不出去的商铺了，去关注那些能让人类视觉与智慧延伸的科技底层架构，这才是离火运的真核心。第三，是我最想强调的 IP 风水。在2026年，如果你还是一个隐形人，你赚钱的难度会比现在高10倍，因为火运就是亮点运，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活成一盏灯，去吸引别人的注意力。注意力在哪里，钱就在哪里，这就是我说的网络风水。你要重新布置你的朋友圈，你的社交媒体账号，那不是虚荣，那是你吸引财富的门脸。如果你现在还在抱怨没机会，你看看你的手机，你每天刷到的内容是不是在消耗你的能量？你关注的人是不是在带给你负面情绪？如果是，你的数字风水已经烂透了，你怎么可能在火运里燃烧起来？你要知道，人性是贪婪的，大家都想快，但火运的快是双刃剑，如果你不懂得布局一个能让你冷静的家居风水，你只会被这波火烧钱。我现在就在我的书房布置了一个水局，不是为了迷信，而是为了平衡离火的燥热，让我在看到2026年那些五花八门的投资诱惑时，能冷静的识别出哪一个是陷阱，哪一个是真正的黄金。这就是我想分享给你的实战心法，不要盲目跟风，要利用环境心理学来优化你的决策流程。当你的心境和外部的环境达到一种高度的一致性，那种财富自然流向你的感觉，你试过一次就再也忘不掉了。既然我们已经看透了2026年离火运的暴富赛道，那么现在我要讲一些让你能在这场疯狂游戏中活下来的保命心法，这比教你怎么赚钱更重要100倍。你要明白，火运的特点就是起得快，落得更快，就像夜空中最灿烂的烟火，那一瞬间的辉煌确实迷人，但随后就是无尽的黑暗。我在投资圈打拼了这么多年，见过太多在2026年这种燥热气氛下，因为控制不住内心的贪婪而瞬间崩盘的例子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在上一波行情里运气爆发，几个月时间资产翻了几10倍，那时候他觉得自己就是财神爷转世，出门要坐头等舱，说话都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。他觉得自己看准了未来的趋势，于是加了5倍杠杆去冲锋，结果市场一个小小的回撤，仅1个星期，
他不仅把赚到的全部赔光，还欠下了一辈子都还不完的债。这在心理学上叫过度自信偏误，而在风水和命理的角度看，这就是典型的德不配位，你的心理容器太小，接不住那么巨大的财富，财富最后就变成了一把火，把你烧得前前静静。所以我要给你的2026年保命心法就2个字：降温。当你觉得自己运气好到爆，做什么都顺，甚至开始觉得别人都是笨蛋的时候，那就是你最危险的时刻，这说明你的大脑已经被多巴胺给烧糊涂了。这时候你必须人为的给自己制造一个冷静空间。我的做法是，每当我赚到大钱或者要做重大决策时，我会强迫自己断网、静坐，甚至去爬山感受大自然的磁场。这在风水里叫闭关锁气，目的是让那股躁动的火气沉淀下来，让你的理智重新夺回身体的控制权。记住，2026年是比拼心力的年份，谁能稳住自己的心神，谁就是最后的收割者。说到这里，我要送给你们一个真正的 bonus， 一个不需要你花1分钱，甚至不需要你有本金就能抓住的隐形红利，那就是数字环境的风水优化。你想想看，你每天睁开眼看的是什么？是手机。你的手机屏幕就是你最重要的财富入口。如果你刷到的全是焦虑、抱怨，或者是教你一夜暴富的鸡汤，你的潜意识就会被这些垃圾信息给毒害。这就是最糟糕的信息风水。从今天开始，去彻底清理你的关注列表，把那些消耗你能量的人全部拉黑，只留下能给你带来认知提升和正向情绪的人。当你的算法变得高级了，你的财运自然就开了。最后，我必须诚恳地提醒每一位，今天我分享的所有关于2026年的走势判断、投资方向和风水心理学，都是基于我个人的实战经验和对市场的深度观察。投资是一场极其严肃的自我修行，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准确的预言，也没有稳赚不赔的买卖。我所说的内容仅代表个人意见，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投资建议。市场有风险，你在动用资金之前，必须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和承受能力做独立的评估，风险自担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让你对成功、对风水、对2026年的未来有了全新的认知，如果你也想在接下来的离火大运中成为那个清醒的赢家，请一定要点赞、关注并转发给对你最重要的人。这不仅是对我的支持，更是给你自己的未来种下一颗正向的种子。我也很想知道，在即将到来的2026年，你最担心或者是你最期待的投资机会是什么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，我会挑选有深度的留言一一回复。让我们在评论区一起碰撞智慧，共同迎接这波财富大运。这里是赚钱角度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